我刚出生就被保姆调了包，但2岁后越长越像亲妈。保姆害怕被发现，于是就把我卖给了一个患有顽疾的大小姐冲洗。到穆家的第一天，穆建国把我放在大腿上掂了掂，小吴道：“以后给叔叔当小宝宝好不好？”几秒钟后，我指着2楼一个房间，奶声奶气地问：“叔叔，我给你当小宝宝，你也要把我和小姐姐一样绑起来吗？”穆夫人突然激动起来：“你说什么？哪来的小姐姐？谁把小姐姐绑起来了？”穆建国握住妻子的手，柔声安抚：“温婉，你冷静点，她还小，我们慢慢问好吗？”温婉意识到自己太激动吓到了我，可她控制不了自己，那不仅是她的女儿，还是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。穆建国语速和缓而温柔哄道：“叔叔不知道哪个小姐姐被绑住了，你带我去救姐姐好不好？”我指着2楼的房间。穆建国和温婉对视一眼，抱起上楼。在我的精准引导下，他们到了卧室门口，房门被打开，10岁大的小女孩安静地躺在床上，在我的视线中，她的身上缠着一层又一层的黑色锁链，不停地掠夺她身上的生机。我朝床的方向努力伸出小手，穆建国心中诸多疑虑，但并不担心一个小孩能伤害自己女儿，于是将我放到床上。我一碰床，立马张开小嘴，露出2只小虎牙，嗷呜一口咬在了她脸上。穆建国夫妻一愣，没想到我会突然咬上去。他们女儿打小就有洁癖，要是知道自己被个小屁孩涂了一脸口水，不知道会是什么表情。吃饱喝足的我有点困倦，趴在她身上陷入了呆滞。穆建国上前想把我从自家女儿身上抱下来，可刚凑近，就见女儿缓缓睁开了眼睛。阿露，阿露，你醒了！温婉扑到床边，大声喊道：“妈妈！”沐浴露刚刚醒过来，还很虚弱，声音小得机不可闻。妻子抱着女儿，穆建国凑不上去，他无法表达自己的喜悦，于是一把将我抱起来，狠狠亲了2口。距离穆家300里外的家里山洋房中，正在和人说话的申公豹突然喷出一口鲜血，头发瞬间变得花白，整个人肉眼可见的老了10岁不止。穆玉轩试探着询问：“申大师，您这是？”申公豹声音沙哑道：“我给穆建国女儿下的咒被人破了。”穆玉轩按捺下心中焦急，恭敬询问：“大师还有别的办法吗？”下个月就是老爷子70大寿，他很可能在寿宴上公布继承人。沐浴露最得老爷子看重，要是让他活到那个时候，我们就彻底功亏一篑了。穆建国父女命格强横，但只要长期贴身佩戴，也会霉运缠身，到时候你想弄死他们轻而易举。沐玉轩吓得缩回手，脸上却笑开了花。大师有这种好东西，怎么不早拿出来？申公豹解释：“我说了，这东西要对穆建国父女起作用，必须长期贴身佩戴，你得想个办法，让沐浴露一直戴着才行。”沐玉轩眸光闪了闪，不怀好意地笑了起来：“这简单，有个人送的东西，他们肯定不会防备。”3天后，穆家大小姐醒过来的消息就传遍了整个港城，外界都传疯了，冲洗竟然真把一个植物人冲醒了，搁谁家都是件稀奇事。卧室内，醒来还只能卧床静养的沐浴露抱着我，耐心地给我剥橘子。床边站着一个穿着白色西装的小男孩，神情倨傲地瞪着我：“表姐，这是谁家的小孩啊？”沐浴露擦了擦手，抱住我，难掩炫耀地介绍：“这是我弟弟沐无道，等我长大他会娶我。”闻言，厉泽君顿时惊呼：“原来他就是表叔给你买的冲洗的呀！”沐浴露皱眉反驳：“厉泽君，我说了他是我弟弟。”厉泽君被凶了，眼圈一红：“他才不是什么弟弟，我才是你弟弟。”厉泽君只有6岁，因为从小没有妈妈，性格骄纵，却也格外敏感，当即就受不了，大哭起来。他等着沐浴露来哄自己，谁知沐浴露拿了橘子和我吃，压根不搭理他。“你太过分了，我要告诉奶奶。”厉泽君哭了一会，见他不搭理自己，跺着脚跑了。沐浴露松了一口气，烦人精终于走了。他低头看我，好奇问道：“你在看什么？好吃的啊，好多好多好吃的啊。”他好笑地捏了捏我的小鼻子，鼻子还挺灵，一会吃饭让你多吃一个鸡翅。沐浴露昏迷了半年，刚刚醒过来，养了几天，身体还是很虚弱，家里客人都被拦在下面，但不包括慕云如这个姑婆。等他带着厉泽君推开沐浴露的卧室门，视线就落在我身上。慕云如对跟上来的温婉道：“这就是那个买来的冲洗小子。”沐浴露蹙眉反驳：“姑婆，他不是冲洗小子，他叫沐无道，是我弟弟。”慕云如轻斥一声，对温婉没好脸色：“小孩子不懂事，你也不懂事，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野崽子，怎么能姓穆？既然阿露醒了，就赶紧把他从哪里来的扔哪去，让外人知道，还以为我们穆家随便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呢。”厉泽君捏着鼻子，一脸嫌弃：“就是啊，表婶，这野崽子来路不明，谁知道以前是干什么的？要是有传染病怎么办？”温婉面对慕云如祖孙的咄咄逼人，笑容淡定：“姑妈，您知道的，家里的大事都是建国决定，他喜欢小糯米，收养手续都办了，您要是不同意，回头您就亲自劝劝他吧。”慕云如有些下不来台，当即低骂一声：“我过后自然会和他说，什么都管不了，娶你回来有什么用？”慕云如心中恼恨，却不敢和他闹翻，于是气哼哼地甩开他的手，拿出一个盒子递给沐浴露：“别说我不疼你，姑婆特意去宝莲寺给你求的。”沐浴露接过来，打开盒子，发现里面是一只白玉珠手串，正准备拿起来，坐在他身边安安静静的我突然伸手，一把抓起手串咬进了嘴里。好吃的！沐浴露好笑的把玉珠串从我嘴里抢了出来，把橘子塞进我嘴里。小糯米，这不是吃的，来吃橘子。沐浴露刚把珠串戴在自己手腕上，我就一把抱住她的胳膊，啊呜一口咬住手串。沐浴露抬起胳膊晃了晃，我叼着珠串粘在她胳膊上，随着她晃。厉泽君大声质问：“表姐，手串可是我奶奶跪了3个小时求来的，你怎么能让她往上面吐口水？”沐浴露听他说完，像是想到了什么，赶紧把珠串从我嘴里抢出来，对佣人道：“给我端盆温水来，我要洗手。”沐浴露将珠串放进水里洗干净，带回手腕，然后把胳膊重新还给我，让我接着咬着玩。众人看不到的地方，浸透珠串的血色杀气正丝丝缕缕的被我吞噬掉，白玉珠子变得越发莹润有光。见沐浴露偏心我，厉泽君气得跺脚：“奶奶，你看表姐，她都不重视你的礼物，她太过分了。”温婉劝说：“小糯米只是小孩子而已，放心，她咬不坏的。”在沐浴露做这一切的时候，慕云如不着痕迹地打量着温婉，见她从头到尾笑容宠溺，心中不由咯噔一下，再看我的眼神就多了几分忌惮。难
不成穆建国还真要认下这个冲喜来的上门女婿，那他的君怎么办？这些年他隔三差五就带着厉泽君来穆家小住，打的就是他和表姐培养感情，以后嫁到穆家的主意。而穆家这些孙辈，只有沐浴露最得他心意。第二天，穆家又有人来探望沐浴露，寒暄后，沐浴轩注意到沐浴露手腕上戴着白玉珠串，装作好奇地问道：“这手串哪来的？看着玉质不错啊。”二叔，这是昨天姑婆送我的。坐在他身边吃苹果的我大眼睛转了一圈，见大家都在看他的手串，我扔掉苹果，抱住他的胳膊就咬住了珠子。好吃的，是糯米的，黑乎乎都是糯米的。其实手串上的煞气，在我闲来没事啃两口下已经所剩无几，但搁嘴里含着也解馋啊。温婉好笑的拿湿毛巾给我擦了手，又擦了珠子让我咬。穆春雨惊讶，阿路不是最讨厌别人的口水，对这小屁孩倒是纵容。他说着伸手在我脸上轻轻捏了一下，脸上露出喜爱之色。他和穆轩结婚12年，肚子都没动静，他想要一个拥有自己血脉的孩子，这些年就没断了吃药看医，可都没用。温婉知道他的心事，笑道：“我也没想到阿路当姐姐有模有样的，对小糯米可好了。”沐浴露理所当然道：“糯米这么可爱，谁会不喜欢她？”温婉见我不再咬玉珠，把我抱了起来。听人说小宝宝带宝宝，你要不要抱抱糯米？他是个有福气的孩子呢。闻言，穆春雨顿时起了心思，伸手将我抱进了怀里。小糯米，你跟二婶走吧，给二婶当孩子好不好？在场几人都以为他在逗孩子，不以为意。倒是沐浴露握紧了拳头，警惕地看着穆春雨，他是我弟弟，可不能让二婶带走。我眨巴着大眼睛，昂着头看着他，奶声奶气道：“漂亮婶婶。”糯米不想给别的宝宝当哥哥，几个大人没多想，只以为小孩子胡说八道。穆春雨逗我：“小糯米为什么不想当姐姐啊？”我认真回答：“小宝宝会抢糯米的饭吃。”穆春雨被我的童言童语逗笑，装作很伤心的样子说：“可是婶婶没有小宝宝，小糯米不给婶婶当宝宝的话，婶婶会伤心哦。”众人被小孩子的可爱逗笑，正准备开启下一个话题，我挣扎着要从穆春雨怀里下来，温婉赶紧把我抱过来，我抱住温婉的脖子，大声告状：“妈妈，漂亮婶婶要小糯米，不要小宝宝。”我不要漂亮婶婶，你要婶婶要小宝宝好不好？我言辞虽然含糊，但逻辑却是清晰的。可几个大人以为我不想跟穆春雨走，所以在胡说，都没当一回事。只有沐浴露拉住我的手，认真问：“糯米，二婶的小宝宝在哪里？”“那里。”漂亮婶婶的小宝宝在睡觉。我抽出被姐姐握住的小手，指向穆春雨的肚子。见状，众人惊讶不已，穆春雨更是激动地站了起来：“你说什么？我肚子里有小宝宝？”沐浴轩赶紧扶住他，柔声安抚道：“小雨，小孩子胡言乱语而已，你别激动。”温婉却道：“都说小孩子眼睛亮，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。二嫂，你上次去医院检查是什么时候？搞不好真怀了呢。”穆春雨愣着抚上小腹，上次检查是半年前了，期待了12年，他近2年其实都有些认命了，所以去医院检查的并不频繁。但他这半年确实没有来过月事，他以为是之前吃药吃的，去查查吧，也不费什么功夫。穆春雨点头，背上包就走，把沐浴轩都扔到了一边。走出2步，又想到什么，走回来在我脸上亲了一口：“小糯米，让婶婶借借你的福气。”我见他不要抱走自己，大方地回亲了他一口。等他们走了，温婉半是好奇半是玩笑地问我：“宝宝，你真看到婶婶肚子里有小宝宝了？是男孩还是女孩啊？”我认真回答：“都有。”温婉听完觉得自己想多了，哈哈大笑。见状，沐浴露不满说道：“妈妈，小糯米说都有，二婶怀的肯定是龙凤胎。”温婉抱着我掂了掂，哈哈笑道：“好好好，龙凤胎肯定是龙凤胎。”可心里却知道生一个都难，哪那么容易生个龙凤胎啊？可谁知穆建国晚上回来的时候，就带来一个惊人的消息：二嫂怀孕3个月了。温婉顿时惊讶不已惊。等吃过晚饭，穆建国带着沐浴露去书房检查功课，温婉让姨娘们回去了，自己抱着我在卧室给我念书听。我靠在她香香的怀里，翘着脚丫，大眼睛滴溜乱转，也不知道有没有在认真听。穆建国父女推门进来，就看到这一幕，脸上都不自觉带上笑容。他走过去把我抱起来，掂了掂，亲亲我的小脸，把我塞进沐浴露怀里，把弟弟交给刘妈，让她给弟弟洗澡，你也去洗漱准备睡觉。沐浴露乖巧点头，抱着我走了。温婉站起身，美丽的脸上还带着笑闹过后的红晕。等房门关闭，她对上穆建国充满笑意的黑眸，有些不好意思的上前帮他换衣服。二嫂怀孕这件事，说起来还跟咱们糯米有些关系呢。穆建国知道妻子不好意思，顺着他的话沉声问：“怎么回事？”温婉低着头认真解扣子，也能感觉到头顶男人灼热的目光。西服外套被脱下，温婉转身想把衣服挂起来，穆建国却抬手扯掉了领带，一把她捞进怀里，低头抵住她的额头。人都说小孩子眼睛亮，糯米又是个有福气的孩子，他说的肯定是准的。温婉水眸潋滟，手按在男人胸膛上。小糯米还说二嫂怀了龙凤胎呢，是吗？那不是更好，儿女双全了。穆建国说着俯身吻住温婉的唇，压着她一起倒在了床上。许久，穆建国气息不稳地松开她的唇，嘴里含糊地说：“宝贝，我们也再要一个孩子吧，男孩女孩都好，只要是你生的我都喜欢。”没一会儿，屋中传来实木床摩擦地板的声音。吃过早饭后，穆建国就带着妻儿来给老爷子请安了。之前沐浴露醒来身体还虚弱，怕老爷子担心就没有带过来，如今已经活蹦乱跳，带过来让老爷子看看，让老人家安心。穆云生马上要过60大寿，近些年身体却不甚健朗，年前更是大病一场，如今养好了身体，也减少出现在人前。爷爷，我身体已经大好了，您放心吧。好好好，你这次身体遭了大罪，回头我让你刘爷爷过来给你摸摸脉，吃几副中药好好养一养。老爷子说完又看向坐在温婉身旁抱着奶瓶喝得认真的我，年迈却锋锐的双眸在我身上扫过，露出一丝满意之色，对穆建国道：“这孩子天庭饱满，双眼干净明亮，是个好孩子。既然他和玉露有缘，你们就把他当自己的孩子教养，别亏待了。”穆建国摸了摸我的头发说道：“爸，您放心吧，我和温婉都很喜欢小糯米。”老爷子扫过沐浴露手腕上的珠串，想起什么来，招呼管家拿了一个盒子过来：“这是你姑母让送过来的，
说是上次来没给小糯米送见面礼，不合适。本来他是要亲自来，结果路上出了车祸没来成，就托人送过来了。盒子一拿上来，我双眼就是一亮，黑乎乎好吃哒，我又有好吃哒了。老爷子被我一双大眼睛期待的看着，不由好笑的把盒子放到我手里。我扭头看看温婉，见他点头，这才接过来。这个习惯我是跟沐浴露学的，这几天家里来人给沐浴露送东西，他都会看温婉，温婉点头再回首。老爷子却以为是温婉教的，小孩子要宠爱，该有的教导也要有，这样老爷子很满意，也不由得想，要是老幺两口子再生一个就好了。盒子里是一枚玉佩，白玉上一点红，像是血滴沁入玉里，十分漂亮，但玉质明显不如沐浴露手腕上的玉珠。见状，老爷子蹙了蹙眉，见老幺两口子没说话，只在心中微微叹了一口气。我不懂什么玉质不玉质的，有黑乎乎我就喜欢。奶瓶都不要了，拿起来就往嘴里放。幸好温婉眼疾手快抢了过来，让人拿湿毛巾擦干净才给我。我见玉一入手就叼进了嘴里，所幸玉有成人巴掌大，不会被我咽下去，就让我咬着玩了。老爷子笑呵呵地看着温婉，越发满意。沐浴露看看我叼着玉佩，笑的眼睛都眯成了月牙，低头看看自己手腕上的玉珠手串，这2天很喜欢的手串，今天怎么看怎么不顺眼。穆建国夫妻不知道自家儿子跟一块玉佩吃上醋，陪老爷子聊了一会后，老爷子便主动道：“去看看你们妈吧。”他这段时间也没少跟着担心。几人一脚迈入小楼，温度骤然降低3-4度，让人忍不住齐齐打个冷战。下一秒，只见我一进门就耸动着小鼻子，像只小狗一样嗅来嗅去。哇，好香香哦！要不是被温婉牵着手，我就要冲到屋子里乱嗅了。老太太一生杀敌无数，从不信神佛，直到大儿子战死才开始礼佛。她觉得是自己和丈夫这一生杀孽太重，才导致大儿子尸骨无存，小儿子子嗣不丰。她不是在礼佛，是在赎罪，希望罪孽都惩罚到她身上，不要牵连她的孩子。所以这些年，她连亲生儿子都不愿意捡，只和灵婆主仆俩避居于此。灵婆如今60出头，她一生未嫁，年轻时跟着老太太战场厮杀，老了就照顾老太太，说是主仆，其实和姐妹差不多。穆建国等小辈也非常尊重她。二爷二夫人，老太太在上面等你们呢。灵婆迎出来，笑容慈爱的招呼。老太太只生了2个孩子，大儿子穆思衍，小儿子穆建国。灵婆只认这2位小少爷，其他那些庶出的孽种都不配她多看一眼。灵姨，我妈最近身体好些吗？穆建国柔声问道。灵婆笑容勉强，好着呢。穆建国商场沉浮这么多年，哪里会看不出灵婆极力隐藏的悲伤，不由心里一沉。众人进了书房，偌大的向阳落地窗，屋子里的温度却又低了2度。5月的港城最低温度也有27、8度，可老太太躺在床榻上，身上却要盖着个羊绒毯。才60的人脸色灰败，不见丝毫血色，毯子下的身体起伏微弱，乍一看像一具将死的尸体，只出众的五官隐约可见年轻时的绝代风华。看到比上次见又老了几分的母亲，穆建国心中一酸，声音轻轻的招呼：“妈，我们来看您了。”奶奶，阿露来看您了。沐浴露跟着爸爸打招呼，温婉也喊了妈，然后哄着我糯米喊奶奶。我看着老太太双眼亮晶晶，口水都要流出来了。奶奶，老太太睁开眼，视线在穆建国脸上扫过，又看了看儿媳妇，最后落在2个孩子身上。先看看小孙女，见她双眼明亮，眉宇间除了担忧并无一丝病气，就放心了。又看被温婉牵着小鼻子耸动闻啊闻的小娃娃，笑了起来。你在闻什么？老太太好奇地询问。她从小就是好奇心旺盛的人，生病前1天还在和人研究赛马，甚至联系了国外的马场想买2匹赛马。这些年却因身体和心理原因越来越懒惰，有时候1天都不说一句话。此时她突然对我产生好奇心，让灵婆非常高兴。我视线在屋子里转了一圈，最后看向食物的发源地，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。奶奶，你家好香哦，到处都是好吃的味道。老太太不由笑起来，这屋子里除了檀香就是老人味，何来的好闻一说？自己难道还需要一个小孩子来哄着？这么想着，她顿时失去了说话的兴致，长长的吐出一口气，闭上眼就想让儿子离开，跟他这不祥之人待在一起太久，容易染上不幸。可不等他开口感人，我不知什么时候挣脱温婉，吧嗒吧嗒跑到他身边，握住了他的手，认认真真的问道：“请问公举奶奶，我可以亲亲你吗？”小少爷，灵婆知道自家小姐如今不喜和人肢体接触，正要上前将我拉开，谁知老太太睁开眼，抬手制止了她。她看着握住自己苍老手掌上的小手，有些发愣。小宝宝粉嫩嫩的手背上有几个小窝窝，许久未曾感知到的温暖通过这双小手传到她身体中，驱散了数年来浸透骨髓的阴冷感，让她忍不住贪婪地握住这难得的温暖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老太太握住我的小手，脸上竟然难得露出笑容。我叫小糯米。我认真回答。见母亲难得心情好，穆建国赶紧解释：妈，是小糯米，糯米的糯，不对。我大声纠正，不是猫吃米，是大老虎吃米。老太太心中一掐算，就懂了这名字的来由，笑道：哟，你是属大老虎吧？我用力点头，对对对，我是大老虎。老太太看得喜欢摸摸我的头，我们小山君快快长大。我眯着眼睛蹭了蹭老太太的手，香香味道的奶奶，好想咬一口啊！香香奶奶呀，可以亲你一口吗？老太太的理智告诉她应该拒绝我的这个请求，她是个不祥之人，和她过多接触对孩子不好，可本能却在催促她快点答应。这孩子真的太温暖了，对于常年浸润在阴冷中的人来说，我就像小太阳，让人忍不住想要靠近。见老太太迟疑，温婉对我点了点头，示意我亲亲老太太。我握紧小拳头，得到妈妈同意了喽，可以开动了。我扑上去抱住老太太的胳膊，踮着小脚朝老太太脸上啃去。嗷呜，灰乎乎快进我嘴里来。老太太被亲了一愣，她躺着的床榻并不高，但她斜靠着迎枕，我扒着她的胳膊，费尽力气才啃上这一口。
只有我能看到的画面中，萦绕在老太太周身，多年来已然与她骨血相融，纠缠不休的灰色死气，如鲸吞一般急速吸入我那张小嘴中。几秒钟的功夫，我的小脚就点不住落了下来，嘴巴从老太太脸上离开了，只留下一团亮晶晶的口水。嗝！我吃饱了打了个嗝，又开始嘴痒。与物品不同，人本身具有生机之力，阴煞死气是借助吞噬生机之力与人体纠缠，而物品本身就属于死物，要染上阴煞死气需要千百年的劲头，所以我吞噬人身上的阴煞死气，要比吞噬物品上的容易得多。我喜欢吃人身上的香香。老太太猛然倒吸一口气，身体在床榻上弹了一下，转瞬间，阳光通过落地窗照进屋中，驱散了常年不散的阴冷气息。屋中人体感到温度的回升，所有人都惊诧地看向我和老太太。如果说我啃了沐浴露时，穆建国夫妻还只是怀疑，那这一次他们就确定我真的有奇异之处。林婆担忧地走进床榻，凑到老太太身边低声询问：“小姐，你感觉怎么样？”老太太深吸一口气，又长长的吐出，像是把全身的浊气都吐了出来。随着这一口气，她灰败的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了红润。林婆陪伴老太太多年，她掉一根头发她都能发现，此时的感知最为深刻。她的小姐像是从死亡边缘走了一遭又回来了。老太太看向老姐妹，对上她通红的眼圈，笑着嫌弃道：“别哭，一张老橘子皮太丑了，还好意思说我呢？你也没好到哪里去。”林婆笑起来，偏过头擦了擦眼泪。穆建国和温婉对视一眼，温婉上前抱起最仰呆滞中的我。穆建国拉着沐浴露挤到床榻边，关切地询问：“妈，你感觉怎么样？”沐浴露有经验，趴在床榻边跟奶奶分享备啃后感。奶奶，你现在是不是感觉特别温暖？老太太笑着点头：“是啊，特别温暖，像从冰窖里出来走进春日的阳光中，很舒服。”看着母亲脸上惬意的笑容，穆建国不由鼻尖一酸。这些年母亲被病痛折磨，他这个当儿子哪里会不担心？可老太太不愿意拖累他，他也只能不停地寻找各种治疗方法，却都不奏效。妈，你会好起来的。穆建国握住母亲的手，难得露出一丝软弱。老太太看着小儿子，抬手在他头上揉了揉：“臭小子，在妈妈面前，不管多大的人都可以变回小孩子。”沐浴露学着父亲也把脸贴在了奶奶手上，露出几分孩子气道：“奶奶，你快点好起来吧。”老太太今天难得心情好，留下穆建国一家一起吃了个午饭，才让他们离开。期间老太太和儿子儿媳都聊了很多，但几人却不约而同地避开了我有关的话题。我接连救下沐浴露和老太太，不仅证明我本身有奇异之处，更说明有人在利用玄学手段针对他们一家，不能让人知道我的特殊之处，否则我必然会成为那些人的眼中钉，以后会时时生活在危险中。吃过午饭，老太太送了我一匣子金玉首饰做见面礼，她叹了口气，又嫌弃地瞥了一眼不行的小儿子，幸好奶奶有我们小糯米了。穆建国看懂了老娘眼中明晃晃的嫌弃，脸一黑，他没有不行，他明明很行好不好？每次都能把妻子要到哭求他停下来。我已经消化完肚子里的死气，摆脱最痒呆滞的状态。小匣子有点沉，我转身交给沐浴露熟练的指使人：“姐姐拿。”沐浴露一手牵住我的手，一手抱住匣子，低头就见我又把挂在脖子上的玉佩叼在了嘴里，心想回去一定得把玉佩要过来。等林婆将穆建国一家送走，回来就见老太太竟然扶着榻沿站了起来，虽然只站了一瞬就跌倒在了榻上，可比以前连下榻都做不到已经不知道强了多少。她赶紧上前扶住老太太，激动的声音哽咽：“小姐，你能站起来了。”老太太食指放在唇边嘘了一声：“我能站起来，这是谁也别说，总得要小少爷知道吧？他最担心你的身体，要是知道你能站起来，不知道要多高兴。”老太太啧了一声，像看傻子一样看他，就是因为那傻小子会高兴才不能告诉他，我怕他憋不住给我露出去。行行行，林婆喜得见牙不见眼，连连点头称是。老太太深吸一口气，扶着林婆重新站起来：“多亏你这些年日日帮我按摩，不然我现在就真的站不起来了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是小姐造化深，何该有今天。”老太太坚持走了10分钟，才满身是汗的坐下。林婆一边给她按揉双腿，一边问道：“小姐是怕再被人动手脚吗？”老太太长长的吐出一口气：“玄学手段虽说防不胜防，却也需要媒介。我的八字连亲娘都不知道，当初和老家伙成亲，八字也是随便编的，不是八字就是别的媒介。你也帮我想想，这些年我身边多了什么？”老太太虽是大家出身，可出生的时候外面正乱，老太太的娘是在外面慌乱下早产生下老太太，生完抱着孩子就开始逃难，连是哪一日都不记得，更遑论具体出生时刻。林婆努力回想，还真让她想到一物，只是话到了嘴边，她又不知道该不该说，吞吞吐吐的真讨厌。老太太拿白眼翻她，林婆被翻白眼了也开心。小姐没力气的时候连睁眼都嫌累得慌，翻白眼多有精神啊！我说了你不许生气，我不生气。林婆低声道：“从小姐出事到现在，真要说多了什么，就是被送回来的大少爷的遗物了。”主仆俩齐齐扭头看向摆放在佛龛前的木盒子。穆建国一家陪着老娘合家欢的时候，几里外的穆玉轩家也是母慈子孝。如今已经36的穆家二夫人冯春雨怀孕了，从医院回来，因为医生一句孕妇情绪起伏太大，有点动胎气，回家好好休息。本打算去穆建国家感谢一番的冯春雨，立刻回家卧床养胎，但她不是没良心的人，转天就让人回娘家通知自己怀孕的消息，顺便托家中帮她搜罗一些能送2、3岁小宝宝的贵重礼物。妈，我让你们准备的礼物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冯春雨坐在床上拉着自己亲妈的手撒娇。冯夫人的亲爹是童家帮一把手，年轻时也是跟着亲爹刀山血海里走过来，性格果敢坚毅，可在唯一的女儿面前却只是一个慈爱的母亲。她笑着拍拍女儿的手：“你亲口说的，哪能不准备啊？你爸、你哥、你几个舅舅还有你外公都准备了，就是送皇帝也拿得出手。妈，老穆家收养的那个小孩可能真有些说道。穆建国的女儿昏迷半年了，她一来就醒了，我结婚快20年，求神拜佛寻医问药都没用，她小手一指我就怀了。”冯春雨小心翼
翼抚摸着自己的肚子，我送礼是想感激他，也是想给我这位出世的孩子借点福气。冯夫人不信玄学那一套，觉得不过是个巧合，但想到女儿这些年为了求孩子吃了不少苦，也不在这时候泼她凉水，于是转移话题，说起这个，你外公还让我和你说，回头找个机会把那个冲喜小子带去给他看看。妈，什么冲喜小子？真难听，人家叫小糯米，大名叫木无道，我家老幺正是办了收养手续的。闻言，冯夫人不屑一顾，穆建国这是看不上那小子的出身，不准备让女儿嫁给他。不过也算他有良心，收了当养子。才不是这样，他是亲眼看到温婉有多宠爱小糯米的，但他知道自家亲妈的脾气，也不和他争。妈，下个月就是我家老爷子过寿，到时候外公来参加寿宴，我把小糯米带过去给他老人家看，你记得提醒外公带见面礼哦。知道了知道了，要不要我把他当菩萨供起来啊？第二天一大早，温婉就带着保姆和我去了海星大厦。沐浴露身体康健后也要回学校开始上学了，吃完早饭只能眼巴巴看着妈妈带走我，自己坐车去了学校。温婉带着保姆和我逛了几个珠宝店，把你们这里适合小宝宝戴的都拿过来。温婉带着孩子低调而来，可船王的儿媳妇哪个店家不认识，她一进店就被店主引到后面接待，怕我坐不住，温婉让保姆抱着我出去逛，保姆抱着我逛了几圈，见我不吵不闹就自己逛了起来。我趴在保姆肩膀上，滴溜着大眼睛四处看，脖子上的玉佩已经失宠了，只偶尔嘴巴闲得没事才拿起来嗦一口。时隔一晚，如果三位姨太今天再看这玉佩，一定会大惊失色。昨晚和白玉珠手串比起来还显得劣质的玉佩，今天再看就仿佛凝成一团的上好的羊脂，颤巍巍的一触即化，尤其是白玉上沁着的那抹红色，昨天看起来像血滴在上面，不免给人危险血腥之感，可现在却犹如一条红鲤，灵动且充满生机。我有一下没一下的嗦着玉佩，忽然看到什么眼睛一亮，小身体都直起来，探头探脑的朝远处看去，是漂亮姐姐。保镖们警惕的看过去，只见一个身着米黄色西服套装的年轻女士，带着佣人和2个保镖。年轻女士脸上还带着几分幼态，金发碧眼，时不时轻声咳嗽，雪白的皮肤便会沁上一抹红。我捏着自己的玉佩看了看，又看看金发小姐姐，小嘴惊讶的撅成了 O 型。我歪着脑袋靠在保姆刘妈的肩膀上看了看，成精的玉佩小姐姐就走到我面前，保姆正在低头看展台上的珠宝，身后跟着4个保镖。她并不担心有人伤害我，所以并没有注意身后的人，对方背对着我们，也在看展台上的东西，不知不觉就靠近了。我趴在保姆肩膀上，小心翼翼地伸出小爪子，在对方柔顺的金色长发上轻轻摸了一下，好滑呀。克莱曼妮·布里奇察觉到有人触碰到了自己，回头看去，就对上一双乌溜溜的灵动大眼。我见他突然回头，像是受到了惊吓，往保姆怀里缩了缩，又好奇地露出一双眼睛，偷偷打量他，让他不由想起家中饲养的小猫，好可爱的小宝宝。克莱曼妮对我友好的笑笑，我胆子大了些，朝他伸出小手在空中抓了抓。克莱曼妮递过去一根手指让我抓住，在被这只小手触碰的瞬间，克莱曼妮忽然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原来如此的冰冷。她之前只觉得身体不舒服，却不知道原来她这么冷。我看着小姐姐白皙脸颊上飘起了一抹绯红，又忍不住低头去看脖子上的玉佩，玉佩上的黑乎乎已经被我吃完了。带着口水的我把手抽回来，2只手一起努力想把玉佩摘下来。小手离开的瞬间，克莱曼妮感觉身体再次被寒冷侵袭，对比太过明显，她忍不住打了哆嗦，低声咳嗽起来。身边的佣人赶紧上前，熟练的拿出药片和水让她吃下去。我手忙脚乱的终于把玉佩摘了下来，我双手握着玉佩递给克莱曼妮，漂亮姐姐，送给你见面礼。克莱曼妮吃了药咳嗽停了下来，她虚弱的笑道，你要把这个送给我。她说的英文我听不懂，只是把玉佩又往前递了递。这个玉像牛。克莱曼妮听了身后佣人的翻译，看着那玉佩笑起来。她把玩过的玉饰都是极品，眼前的玉佩不管是雕工还是玉质都让她眼前一亮，尤其是玉中那一抹红，仿佛一尾游弋的红鲤，让整块玉都活了过来。克莱曼妮下意识地接过玉佩，她本准备接过来哄我2句就把玉佩交还给我的保姆，谁知玉佩入手后，下一秒竟然，你敢相信我竟然只用1块玉佩就救下王国长公主？就在刚刚，克莱曼妮身体就像是泡进了温泉里，舒适的她差点呻吟出声。她本能地捏紧了手中的玉，努力压住心中的激动。她从出生身体就不好，医生说她活不过20岁，如今她已经18岁了。她时常感觉到死神在她周围徘徊，死亡的镰刀一直架在她颈间，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带走她的生命。可就在握住玉佩的那一瞬间，她仿佛听到了死神惊恐的尖叫声，从未有过的安全感包围了她。冥冥中有个声音告诉她，有了这块玉佩，她将不用再时刻恐惧死亡的来临。你要把这个送给我吗？克莱曼妮用并不熟练的港语问道。她知道自己骗小孩子东西有点卑劣，可对生的渴望促使她放下了道德。我语言天赋惊人，如今已经能听懂大部分港语了，点点头肯定道，玉送给漂亮姐姐。克莱曼妮握紧了玉佩，对保姆道，你好，我是克莱曼妮·布里奇，请问这孩子的家长在哪里？我想和他聊聊，可以吗？金发碧眼的外国人，穿着打扮都透着富贵，保姆哪敢擅作主张，赶紧回去请示温婉。温婉听到对方姓布里奇，这可是2国女王的姓氏，想到之前穆建国跟她闲聊，提起2国公主身体不好，听闻中医能治疗疑难杂症，近期会来港城寻医，她心中不由惊疑，不会这妖巧吧？她让人将人请进来，见到这真人，温婉几乎肯定了心中猜测，她还在想对方找自己做什么，谁知对方做完自我介绍，就迫不及待地拿出一枚玉佩。你好，女士，你的宝宝把这块玉佩送给了我。克莱曼妮握着玉佩给温婉看，语气中甚至带着一点讨好。我很喜欢这个玉佩，可以用更贵重的东西交换它吗？温婉惊讶地愣了一下，这玉佩是我那块吗？造型有点像，但材质完全不同啊。她扭头看我，果然见我脖子上的玉佩不见了。我自从戴上玉佩，就时常叼在嘴里。温婉就没注意到玉佩的变化，想到我身上的神意，她立刻收敛了心中惊讶，淡定地问我，吴道，这块玉佩是你送给姐姐的吗？我点点头，认真地解释自己为什么要把玉佩送给金发美人。漂亮姐姐是玉佩的妈妈，我要妈妈养玉佩，
也要玉佩妈妈养。我是大老虎，不是玉佩养不了啊。在场众人都没听懂，但小孩子的童言童语就是大人无法理解的。温婉只要确定是我主动送的就可以了。你好，吴道喜欢长得漂亮的人，他喜欢你才会送给你，不用回礼交换的。1块玉佩能换来2国公主对我的青睐，再划算不过的买卖了。让出身皇室见惯了达官显贵的克莱曼尼都忍不住被他的美晃了晃神。谢谢你们的大方，吴道小宝宝喜欢我，我也很喜欢他，以后他就是我的弟弟。以后你们来2国做客，请让我尽到地主之谊。克莱曼尼知道对方是穆建国的妻子，不缺这么1块玉佩，但救命之恩也不能含糊。他决定回去就送一份大礼到穆家。等温婉带着孩子离开，克莱曼尼握紧玉佩，感受到身体被温暖包裹的舒适，整个人仿若新生，赶紧就要将玉佩戴在脖子上。公主，玉佩还是清洗一下，配上新的绳子比较好。佣人赶紧阻拦，向来爱干净的克莱曼尼却摆手拒绝，自顾自戴上，还把玉佩放到衣服里贴身佩戴。走，回家，回去打电话，让人把收藏整理一下。刚才听穆夫人说，她想给吴道小宝宝买一个项圈，我有很多精美的宝石，可以制作一个9宝项圈送给他。本来温婉准备下午去探望穆云如，谁知吃过午饭卧床的冯春雨就带着一大堆礼物来了，这些都是我外公、爸妈、几个舅舅和哥哥送的。冯春雨让佣人把礼物放下，大包小包，转眼就把客厅塞满了。温婉刚要拒绝，就被冯春雨拦住，你别拒绝，我家人也算是小道的长辈，长辈送见面礼理所应当。再说小道给我送来一个孩子，我真是恨不得把他供起来才好。说着，冯春雨拉住我的手，在我脸上亲了又亲。我坐在沙发上，吃着摘掉盒的车厘子，对满屋的礼物半点不感兴趣，都没有黑乎乎，还不如手里的桃桃好吃。冯家送来的礼物很讲究，都是适合5岁以下小孩能用的东西。温婉心道，自家小道就是有福气，没买到合适的项圈，转眼这就送来了。行，那我也不跟你客气，你好好养胎。我们吴道可是说了，你肚子里是龙凤胎呢。温婉收了礼，也回他一个好消息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。冯春雨完全不怀疑这话的真假，喜得他抱住我就亲了2口，激动地站起来道，不行，我得先回去了，我只准备了一个孩子的东西，恐怕不够用。弟妹，回头你去我那坐坐。说完风风火火的就带着人走了。温婉轻笑一声，一一查看过那些礼物，确定都是好东西，让人拿去认真清洗，挑选合适的给我用。吴道啊，你简直就是个小财神啊。我捏着小苹果认真回答，吴道不是财神，是大脑斧。闻言温婉哈哈大笑，好好好，大老虎。从有了我，他的心情是一日比一日好。他忍不住抚摸自己的肚子，有些遗憾只生了沐浴露一个孩子。当初他和穆建国结婚，说好了让一个孩子姓温，继承他们温家的一切，可惜这么多年他就只生了一个孩子。送走冯春雨后，再去看望穆云如已经晚了，于是第2天温婉才带着2个孩子去了厉家。厉家世代从商，战乱时期就和国外有贸易往来，后来家主娶了穆云如，有穆家的支持，生意做得越来越大。可惜没有出息的晚辈，老一代退下来后，厉家就开始走下坡路。厉泽君的爸爸排行老3，对家族最大的贡献就是生了13个孩子。他是个喜新厌旧的人，一房接一房地姨太太往家里抬。厉泽君的母亲天天跟姨太太们斗得跟乌眼鸡一样，怀着孩子被气得大出血，一尸2命。而其他房虽然没有正房夫人被气死，也没好到哪里去。总之厉家很乱，一路上温婉都在叮嘱沐浴露和我不可以乱跑，不可以和保姆分开独自乱跑。我听得半懂不懂。沐浴露握紧我的手，妈妈你放心吧，我会一直带着吴道的。温婉拍拍女儿的肩膀，十分欣慰。到了厉家，温婉先带2个孩子去见了穆云如，她靠坐在床上，双腿打着夹板，因为疼痛脸色很不好。姑母您腿好些了吗？温婉客气的询问。穆云如却不客气的回答，你怎么不再晚2天，等我腿好了再来。说着她看向我，见我脖子上挂着红宝石项圈，更不高兴了。我送的玉佩呢？怎么嫌弃啊？温婉尴尬一笑，姑母送的，我们怎么会嫌弃？只是吴道年纪小，戴玉佩不合适，就收起来了。穆云如冷哼一声，没有再揪着不放。我屋里药味重，让小孩子们出去玩吧。穆云如对沐浴露笑得慈爱，玉露，我让人把你那些表兄弟们都叫来了，你们许久不见，可以一起玩。闻言沐浴露表情一僵。5分钟后，厉家花园里，我的眼睛都看直了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小孩子，10几个小孩子凑在一起叽叽喳喳，仿佛一群鸭子。我吓得往沐浴露身边贴了贴。沐浴露小时候来过厉家，印象深刻，此时板着一张小脸，对每个往自己跟前凑的人冷漠相对，直到对方知情识趣的离开。都走开，我表姐不喜欢你们靠太近。厉泽君面露骄傲的喝退众兄弟姐妹，其他人不管大的还是小的，都听话的后退，偶有不满却不敢开口反驳。等众人被赶走，沐浴露才低头问我，他们刚才有没有碰到你？我摇头，奶声奶气道，姐姐，好多人啊。沐浴露摸摸我的头，态度冷漠。吴道记住了，那些人你都不要理会。我乖乖点头，握紧了沐浴露的手。厉泽君见不得沐浴露眼里没有他，插嘴道，表姐，我新得了一匹小马，是从西兰买来的，你要不要去看看？穆云如听说沐浴露添加了马术课，立刻就让人去国外买了马。厉泽君还小气不了，但可以和沐浴露多一个话题。小孩子之间只要有话聊，时间长了自然就能培养出感情。闻言沐浴露果然眼前一亮，低头问我，吴道想看小马吗？我没见过马，连连点头，大声说想。3人去了马场，果见一匹黑色的西兰纯血小马，虽然还是1岁的幼崽，但优秀的外形条件已经出现雏形。就算是小马，对于4头身的我来说也是庞然大物。我扬着小脑袋瞅着这匹大家伙，脸上全是惊奇。厉泽君得意的让人拿来糖块喂给他，他叫莎莉，他的爸爸和姐姐都是西兰赛马冠军，等我长大一些就可以骑他了。莎莉的身体条件非常好，却在赛马筛选中被淘汰，就是因为她性格极其不稳定，完全不听指挥，破坏性惊人，才1岁就有过数次伤人记录。穆云如把她买回来，完全是冲着她的血统拿来跟人炫耀的，并不打算真让厉泽君骑她。厉泽君不清楚这一点，可驯马师清楚，所以他紧紧抓着缰绳，生怕莎莉突然发脾气伤到3个小祖宗。沐浴露很喜欢马，马术课就是他主动和父亲要求加的，跟随马术教练，他学了很多像马的知识，只一眼就喜欢上了眼前这匹小马。他只有1岁，
却已经可以看出成年后的健硕优雅。他朝莎莉伸出手，莎莉打个响臂后退2步躲开他的手。厉泽君赶紧把糖袋递过去。莎莉喜欢吃糖，她不喜欢别人摸她。厉泽君没好意思说，到现在他也没摸过莎莉一下。不过莎莉谁都不让摸，他也就不计较了。可他的话音未落，就见我朝莎莉伸出小手，莎莉竟然主动低下头让我摸到她。咯，莎莉你好可爱啊！莎莉的呼吸吹在我手上，逗得我咯笑。沐浴露惊讶却不担心，教练告诉过他，马如果主动对一个人示好，是绝对不会伤害对方的。他也跟着伸手想去摸摸莎莉，莎莉扬起脖子又躲开了，甚至往旁边挪了挪，然后重新把脑袋低下凑到我面前让我摸摸。厉泽君不高兴地跺跺脚，拿出糖块引诱莎莉，莎莉过来给你吃糖。以往虽然不给摸，但糖还是要吃的。莎莉像是完全听不到他的话，糖什么时候都能吃，小人是什么时候都能接触的吗？小马莎莉不仅不傻，还很聪明，见我喜欢她，她直接卧倒主动邀请我坐到她身上来。我跃跃欲试，深知莎莉狗脾气的驯马师慌忙阻拦，不敢让我坐上去。厉泽君气得直跺脚，指着莎莉喊道：死莎莉，我不喜欢你了！哼！莎莉看都不看他，水灵灵的大眼睛里只倒映着我一个人的身影，浑身每一根毛毛都在散发着勾引，勾得我迈着小短腿就想往他身上爬。沐浴露听驯马师说完莎莉的丰功伟绩，也不敢让我冒险，哄着我给莎莉喂糖吃，并且承诺等我长大一些就给我买一匹小马，比莎莉还要漂亮的小马好不好？一听这话，莎莉可就不干了，她直接站了起来，扬起前蹄甩开驯马师，围着马场跑一圈回来，前后左右的给我展示她优秀的身体条件。莎莉的争宠心思表现得太过明显，是个人就看得出来她在干什么。驯马师忍不住惊呼：莎莉真是太聪明了！厉泽君很高兴自己的小马聪明，却不高兴他只对我另眼相待，把他带回去，今天晚上不许给他吃饭，不，以后他不让我摸，就永远都不许他吃饭，饿死他！厉泽君稚嫩的脸上露出残忍的恨意，我握住沐浴露的手哀求道：姐姐，不要莎莉挨饿，挨饿肚子痛。我对挨饿的记忆十分深刻，以前的妈妈经常不给我饭吃，饿肚子的滋味很不舒服，我不想可爱的小马挨饿。沐浴露被我求得心里一软，直接釜底抽薪，姐姐回去和姑婆说，我们把莎莉带回家，好不好？不可以，莎莉是我的，我不给冲洗小子！厉泽君尖声大喊，转身就往慕云如的住处跑去。厉泽君跑了，沐浴露不着急，爹地和他说过姑婆家的情况，如果能用一匹马讨好他，姑婆肯定不会拒绝。果不其然，等沐浴露牵着我的手见到慕云如，都不用他开口，慕云如就让人把马牵出来，等他们走的时候，让他们带回家。厉泽君哭闹起来，奶奶，那是我的马，你答应我长大就给我的，你怎么能说话不算话？慕云如宠爱他却也不是毫无原则，比如涉及到家族利益的时候，他的哭闹就毫无作用。沐浴露冷漠地看着厉泽君哭闹，像是完全事不关己，倒是我却被厉泽君哭得心里酸酸的，拉着沐浴露的手说，姐姐，哥哥不让莎莉挨饿，我们就不要莎莉了好不好？慕云如买这匹马就是为了讨好沐浴露，一见沐浴露被我说的表情松动，立刻呵斥住厉泽君，让保姆把他带回房间冷静一下。玉露啊，莎莉你带走，就当是姑婆谢谢你来看望我。慕云如话说得漂亮，沐浴露很喜欢莎莉，她留在厉家会被厉泽君欺负，于是开心地说道，谢谢姑婆。见沐浴露高兴，她出让莎莉的目的就达成了，以后沐浴露每次见到莎莉就会想到她这个姑婆，从头到尾温婉都没有插嘴，任由沐浴露自己和慕云如沟通，直到要离开温婉才对慕云如客气道，姑婆您要好好养伤，爸爸和建国都很担心您的病情，只是他们都不方便过来看望，希望您能快点好起来。温婉很清楚，她表达800句真情实意的关心之语，也不如转达一句姓穆的关怀让她开心。果不其然，一直对她没个好脸的慕云如高兴起来，临走的时候还让人送给我一盒巧克力，我没吃过巧克力。温婉对于孩子吃糖这件事管得很严格，吴道妈咪帮你收起来好不好？一上车，温婉就把我手里的巧克力哄了过来，我没吃过也就不馋，但沐浴露吃过，她虽然不喜欢甜食，可她在学校的同学都很喜欢巧克力，她想让我尝一尝，于是对温婉道，妈咪你给吴道吃一块吧。厉泽君很喜欢用吴道没接触过的东西嘲笑他，我希望他什么都尝试一些。温婉听完才惊觉自己好像有些矫枉过正，她在心中检讨了自己一番，拿出一小块对我说，宝宝尝尝喜不喜欢？我咬了一口，瞬间双眼一亮，喜欢。我举起巧克力递给温婉，妈咪吃。温婉咬了一点点，不放心地说，吃完我们回家就刷牙。我摁着敷衍，又举起来递给沐浴露，沐浴露学着妈妈的样子，也咬了一点点，觉得以前讨厌的巧克力今天格外的美味。路上温婉询问沐浴露为什么要把莎莉带回来，沐浴露也没瞒着，把莎莉喜欢我的事说了。我嘴里含着巧克力含糊道，莎莉喜欢我。温婉听了并不意外，她已经笃定我身具悬疑了。晚上，温婉迫不及待地把这件事分享给穆建国。穆建国不像温婉单纯的高兴，他想的更多，叮嘱他道，以后少带吴道去厉家，姑母信玄学，次数多了恐怕会多想。吴道还太小了，没有自保的能力，被人发现端倪，难保不会伤害他。温婉笑容收敛，赶紧应下，我以后还是少带吴道出去吧，等他长大些知道隐藏了再说。温婉设想的很好，可谁能想到有人以后天天抱着我，恨不得揣口袋里，去哪都带着呢。温婉不带我出门，也不让我在屋子里闷着。天气热了，家里修了游泳池，他就找了专业的幼儿游泳教练来教我游泳。谁知我一入水就自动学会了狗刨，穿着连体的小泳衣，短短的4肢在泳池里扑腾扑腾，游得飞快，看得温婉哈哈大笑，忍不住拿相机拍了下来，太可爱了。教练没用上，我却爱上了在水里抛着的感觉。每天阳光明媚时，温婉就坐在泳池边晒太阳，把手里的球朝着泳池远远扔出去，我滑动短短的4肢去把球捡回来。偶尔温婉也下水和我一起游泳，母子俩穿着定做的同款泳衣。沐浴露忍不住和穆建国抱怨，爸爸，我可不可以带吴道一起去学校？他现在喜欢妈咪，都不喜欢我了。穆建国被女儿委屈的小表情逗得哈哈大笑，那不行哦，吴道还太小了，去学
学校会影响课堂秩序，他自己也会觉得烦闷。等他长大一点，就不会和你妈咪天天黏在一起了。说到这里，穆建国也觉得神奇。自从有了我，妻子的精神越来越好，晚上他们夫妻也更和谐了。沐浴露垂头丧气的去书房看书了。穆建国上楼洗澡换衣服，他和温婉晚上要去参加港都外省的定亲宴，可谁知他刚换好衣服，妻子正在化妆，外面就传来我的哭声。温婉心脏一紧，推开化妆师，赶忙跑出去，就见我坐在花园里，哭得委屈极了，眼泪大颗大颗的滚落。见到他来，委屈的朝他伸出手，妈咪，痛痛。温婉抱起我，低头就看到我小腿在流血，心下一惊，赶紧喊道：去叫医生来，小少爷受伤了。穆建国赶过来，从温婉怀中抱过我，长腿一迈大步上楼，将我放到床上。吴道怎么了？该死的，谁伤了他？沐浴露也凑过来，看到我身上的血，眸中闪过一抹戾气。穆建国查看过，发现我不仅膝盖，双手手肘也都破了。家庭医生赶来，仔细检查了一遍，为难地说：小少爷年纪还小，无法通过触摸确定有没有伤到骨头，还是去医院做个 X 光比较保险。温婉看了一眼手表，对穆建国道：你去参加宴会吧，我带吴道去医院。穆建国不放心，迟疑了一下，我闭着眼睛握住他的手：爸爸，我要爸爸。呜！沐浴露急得团团转，见我哭着喊爸爸，立刻道：爸爸，吴道需要你，你不要去了，我替你去吧。我哭得更伤心了，喊完爹地又喊姐姐，主打一个都要陪着我。我眼泪成串的往下掉，把长长的睫毛打湿成一缕缕，鼻头红红的，看起来可怜兮兮，让人心头发软，舍不得拒绝他的任何请求。穆建国叹了一口气，抱起我对助手道：你带上厚礼去宴会，帮我道个歉，就说家里有些急事需要处理，反正所谓的订婚宴不过是港都敛财的借口，钱算到位，人去不去无所谓。助手应一声离开了，一家4口立刻上车去了医院。我趴在穆建国怀里哼哼唧唧的哭，跟妈妈和哥哥告状，吴道的腿疼。沐浴露要心疼死了，一个劲的催司机开快一点。温婉不停地安慰我。到医院拍了片子，确定只是皮肉伤，并没有伤到骨头，一家子这才松了一口气。伤口重新包扎过后，我折腾的累了，靠在穆建国怀里，小脑袋一点一点，很快就睡熟了。沐浴露拉着我的小手，表情一片冰冷。到底是谁让我受了这么重的伤？他一定不会放过他。刚到家，去宴会送礼的助手慌乱地跑了进来：六爷，订婚宴出事了，有杀手潜入宴会安了炸药，港都被当场炸死，还有不少人被枪杀，二爷和四爷也都受了枪伤，二爷伤了腿，四爷胸口中弹，现在在医院抢救，生死不知。穆建国一家4口站在家门口，表情齐齐，怔愣了一瞬，半晌穆建国才低头看向怀中的我，抱着我的手不由微微用力。他今天可真是幸运啊，老公。温婉忍不住后怕，握住穆建国的手都在发抖。穆建国安慰地拍拍他的手，低声安慰道：没事，我们有吴道呢，你看今天我就逃过一劫。温婉红了眼圈，看向我的眼神里除了疼爱，还多了几分感激。她亲亲我的小脸，心中默念着：谢谢我救了她的女儿，又救了她的丈夫，我是他们一家子的救命恩人。穆建国将我放到床上，叮嘱温婉：晚上多看着点她，我今晚可能不回来了，你不用等我，带好保镖，一定要小心，别让我担心好吗？温婉难得真情流露，抱住他：建国，你对我很重要。穆建国心头一软，抱住他狠狠亲吻，许久才放开他离开。走到门口时，沐浴露也追了上来，把手串摘下来往他手上戴：爸爸，这个给你。穆建国心中一软，揉揉女儿的小脑袋：放心吧，等穆建国离开，温婉立刻将家中人都叫出来，却没见到保姆的人。刘妈人呢？众人面面相觑。这时一个女佣道：我不久前看到她背着包袱从后门离开，她说她孙女生病，跟管家请假回家。管家立刻反驳：没有，刘妈没有来跟我请过假，可没有假条，后门的保卫怎么会轻易让她离开？温婉一边让人去刘妈家查探，一边把保卫叫来询问。保卫一口咬定刘妈手里有请假单，上面盖着管家的出入平安印章。管家大呼冤枉，立刻带人回自己房间拿印章，却发现原本应该锁在抽屉里的印章，此时却放在桌面上，印章上的印泥还湿润着，不久前被人使用过。圣玛丽医院，穆家老四的妻子唐宝搂着14岁的长子穆长风站在手术室外，母子俩神情正乐，眼泪无声地布满了脸庞。穆云轩伤了腿，冯春雨怀着孕没敢惊动。穆家老三穆云鹤见这边一时半刻出不来，先去穆云轩那边看情况。穆家老五穆云梦在国外赶不回来，所以穆建国来的时候，手术室外除了助理和保镖，竟然只有这母子俩。四嫂，四哥情况怎么样？他擦擦脸上的泪，却难掩哽咽道：子弹射中了心脏，医生说要做好心理准备。穆长风心中一紧，他和其他4个兄弟并不同母，彼此关系并不亲近，但乍然一听对方即将死亡，还是以这么突兀又狼狈的方式，他心里多少有些不是滋味。老爷子那边还没有通知，四嫂，看看是让长风过去和老爷子说，还是我来？唐宝领了他的好意，把身边的儿子往穆建国身边推了推：六弟，麻烦你带长风去吧。穆长风只有14岁，半大的孩子还不懂其中道道，但他知道父亲如果出事，他必须快快长大，才能保护母亲和不到1岁的弟弟。穆建国带着穆长风去了主宅。穆老爷子早听到了管家的禀报，叔侄俩来的时候，老爷子就已经穿戴好。前往医院的路上，老爷子表现得十分平静，似乎那个生死未卜的人不是他的儿子，只是一个陌生人。穆长风和老爷子关系不亲近，看到老爷子的态度，心中不由发冷，甚至生出了隐隐的怨怼。他的爸爸就不是爷爷的孩子吗？他为什么不在乎？穆老爷子抵达医院时，穆云轩已经处理好腿伤，被穆云鹤推到了手术室外等待。几人刚打过招呼，手术室的灯就灭掉了。医生从里面出来悲悯道：抱歉，穆老先生，我们尽力了。穆云生眼前一黑，身体晃了晃，扶住穆建国的手才稳住，可他也只失态了这一瞬，推开穆建国。
国的手，看向从手术室推出来的人。男人脸色雪白，静静地躺在床上，浓郁的血腥味透过布单传出来，胸口几乎不见起伏，仿佛已经成为了一具尸体。穆尧舜是几兄弟中长得最普通的一个，因为他生母原本是伺候老爷子的丫鬟，因为老爷子用的舒心，年岁大了就收了房，生下穆尧舜后，也一直在老爷子身边像丫鬟一样伺候着。子凭母贵，因为生母的丫鬟身份，穆尧舜天然就比其他孩子低一头，又有生母言传身教，他的性格说好听了是老实忠厚，不好听了就是懦弱自卑。穆老爷子原本只是渔村一个寡妇的孩子，拖着亲娘和妹妹，在没人帮扶的情况下，一路拼杀到了如今的地位，理所当然的，他喜欢敢闯敢拼的人。穆尧舜早早就被他排除在了继承人之外，时常想不起他来，可就算忽视他，那也是他的儿子。他还记得他母亲临死前握着他的手哀求：“老爷，奴婢一生没有求过您什么，请您看在奴婢伺候您尽心尽力的份上，多看顾阿顺几分。奴婢不求他大富大贵，平平安安就好。”可他才走2年，他就违背了对他的承诺。他现在还有意识，能听到你们说话。医生低声提醒，唐宝脸上已经布满泪水，却极力克制着哭声，轻柔的在男人耳边说：“老公，你放心，我会照顾好长风和长青。”后面的话都被哽咽声憋了回去，他一个字也吐不出来了。穆家几个兄弟看着，心里也很不好受。若是他们有这么一天，留下柔弱的妻子和幼小的孩子孤苦无依，不免兔死狐悲。穆老爷子握住儿子的手，郑重承诺道：“你放心，你的妻儿有穆家护着，你的仇，爸爸一定会帮你报的。”感觉到儿子的手指微微动了动，老爷子终是忍不住掉了眼泪。他扭头看向穆建国，想说什么又顿住，随后又看向穆云轩二人：“你们都过来，和你们4弟说句话吧。”穆云轩极其敏锐地捕捉到了老爷子刚才那一瞬间的反应。这一瞬间，穆云轩大脑一片空白，压根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，哪怕早就猜到老爷子的主意，可真的确定了，穆云轩还是感到了愤怒。明明他才是最年长的那个，难道就因为他不是太太肚子里出来的，就要否定他的能力和这些年对穆家的贡献吗？比穆云轩更先察觉到老爷子态度的是穆建国本人，可他心中极为淡定，因为他从哥哥战死那一刻开始，就已经下定决心得到整个穆家，不能让他妈老了看妾室的眼色过活吧。所以就算老爷子心中的继承人不是他，他也会用自己的办法得到穆家。穆云鹤虽有争位之心，可心智比2个兄弟简单，没捕捉到老爷子一瞬间泄露出的真实想法。穆建国捻动着手里的白玉手串，他心中的负面情绪在握住手串时意外的平静了下来。穆云轩看到那手串，眼神闪了闪，接着低头整理衣服，遮掩住眼底无法遏制的杀意。等穆云鹤退开，穆建国上前握住了穆尧舜的手，手中的珠串夹在2人掌心中，散发着温润的暖意。四哥，穆建国一开口就顿住了，他感觉到掌心的珠串散发着暖融融的温度，在一刹那间有着非常明显的感觉，但只是一瞬间，他就感知不到了。穆建国立刻收敛心神，前后不超过2秒就继续了下去。长风和长青都姓穆，是我穆建国的侄子，这一点谁也改变不了。只要他们不做出违背祖宗的事情，以后我这个做叔叔的一定会尽所能的帮助他们。你放心。截至到此，都没有人意识到他顿住的那1-2秒有什么问题，就算发现，也以为他是在组织语言。可接下来，包括老爷子在内的所有人都陷入了茫然。你敢相信一条平平无奇的手链，竟然真的把穆家老四从鬼门关拉了回来？就在刚刚，穆建国突然指着手术台大喊：“医生快看，我四哥眼珠子在转，还能救！”闻言，医生都要气笑了，心脏停跳，你跟我说眼珠转？可碍于穆六爷那仿佛要杀人的眼神，医生只能硬着头皮上前。本来只想走个过场，谁知这一查不要紧，医生头皮当场炸裂，刚才还凉透的人，竟然真的有了微弱的心跳。快推回去，准备手术。随着手术室红灯再次亮起，门外穆家众人面面相觑，老爷子眼神如炬，死死盯着穆建国。老六，怎么回事？穆建国瞬间影帝附体，一脸茫然的摇头。爸，我也不知道啊，我就是想最后陪陪四哥，谁知他突然就动了，感觉这就是命不该绝。整整3个小时，手术室的灯终于灭了，医生摘下口罩，声音都在抖。奇迹，四爷求生意志极强，手术顺利，只要这1周不感染，人就回来了。听到这话，唐宝死死抓着医生的手，确认了3遍，终于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大悲大喜之下，他两眼一翻，直接晕了过去，就连一向稳重的穆长风都哭成了泪人。既然人就回来了，老爷子当机立断开始清场。穆建国心领神会，扶着老爷子就上了车。回程的车厢内气氛诡异，老爷子闭目养神，显然是在等一个解释。穆建国知道瞒不住，索性摊开掌心：“爹地，你看，原本晶莹剔透的玉珠，此刻竟变得惨白如石，甚至透着一股死气。这就是姑母送给阿禄的那条手串。”老爷子瞳孔骤缩，盯着那废掉的珠子许久，一把抓过来塞进自己兜里。这件事烂在肚子里，谁也不准说。老爷子语气前所未有的严肃：“阿禄那边，回头我去库房挑最好的给他补上。”虽然穆建国心里肉疼，但这救命的人情必须得让老爷子记着，利益最大化才是豪门的生存法则。凌晨3点回到家，穆建国还是忍不住抱着妻子温婉长叹：“早知道是真宝贝，我就不该给出去，那种能救命的玄学法器，捧着金山银山都买不到啊。”温婉听的也是一阵心惊肉跳，但这东西讲究缘分。穆建国自我安慰道：“命里有时终须有，若非阴差阳错戴在女儿手上，老四今晚必死，这或许就是天意。”然而这一夜，老爷子彻底失眠了。天刚蒙蒙亮，他独自走进书房，抽出书架上的3本书，咔咔声响起，暗门缓缓打开，将那串已经变成石头的珠子郑重锁入暗格。老爷子看着窗外初升的太阳，浑浊的眼中金光四射。我穆家的泼天富贵就要来了吗？画面一转，温婉拿着调查报告，眉头紧锁。那个弄伤小吴道的刘妈，竟然全家连夜跑路了，家里人去楼空，所有痕迹抹得干干净净，这不合理。温婉怎么想怎么不对劲，仅仅是不小心受伤，顶多罚点钱或者辞退，至于举家逃亡吗？他在怕什么？穆建国眼神一冷，敏锐地嗅到了阴谋的味道，让人继续暗中调查刘妈的下落，但明面上就按畏罪潜逃结案吧。看着妻子担忧的模样，
穆建国轻声安抚：“别怕，既然家里佣人不干净，那就全部换掉。以后吴道的安全，我亲自把关。”温婉心里咯噔一下，瞬间背脊发凉。之前的严厉管教历历在目，难道自己真的做错了？就在他陷入深深自责时，一道奶乎乎的声音打破了僵局：“爹地，妈咪，吴道要骑大马。”只见沐浴露牵着我冲了进来，我挥舞着小胖手拼命争取。吴道想骑杀你。穆建国一愣，那匹极具灵性的马自从接回来，还没正眼瞧过呢。走，爹地带你去。一把抄起儿子，一家4口浩浩荡荡杀向马场。路走到一半，助理的电话打了过来：“老板，四爷醒了，点名要见您。”穆建国轻笑一声，眼底闪过一丝金光，但他却漫不经心地吩咐回绝：“告诉老四，我明早再去，让他好好等着。”车刚停稳，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发生了。马场那头的沙利隔着老远就像雷达一样锁定了我，下一秒他竟然嘶鸣一声，扬起前蹄狂奔而来。更离谱的是，在距离围栏2米处，他纵身一跃，竟然直接飞过了围栏。这惊人的弹跳力和灵性，把在场所有人的下巴都惊掉了。我却一点不怕，张开小手就要抱马头。穆建国眼神微动，这哪里是马，这分明是成精了。为了儿子的安全，他挥退欲言又止的驯马师，亲自拿着马鞍走上前，压低声音警告：“吴道还小，我会牵着绳，你若是敢伤他一根头发，这辈子别想再见他。”沙利打了个响鼻，翻了个白眼：“废话，本马才舍不得伤小山君。”见这烈马竟然乖乖让人安上马鞍，连沐浴露都忍不住了：“沙利，我是吴道的姐姐，我可以摸摸你吗？”看着沐浴露那既期待又紧张的小眼神，沙利竟然真的温顺低头，蹭了蹭他的掌心。这一刻，沐浴露脸上那副少年老成的面具终于碎了，露出了属于孩子的惊喜与雀跃。一旁的温婉看得眼眶发热，险些落泪。他太怕了，怕女儿变成第2个穆思妍，那个冷得像机器，活得像傀儡的大伯，一直是他心里的阴影。万幸他的女儿还是个有血有肉的孩子。穆建国小心翼翼将2个孩子送上马背。沙利虽然对还要驮个赠品姐姐很不满，但为了背上的小祖宗，愣是稳如泰山。哥，吴道骑大马了！银铃般的笑声洒满马场，直到我玩累了，奶声奶气的跟沙利道别，一家人才尽兴离开。然而他们前脚刚走，麻烦后脚就到。一个神情傲慢的小男孩指着沙利大声命令道：“把那匹马牵出来，本少爷要骑它。”书房内，沐浴露正在奋笔疾书，我则抱着图画书，小嘴还在嚼。突然我像是想起了什么美味，馋的口水都要流下来了。姐姐，吴道想吃黑乎乎，我想念的是之前那老太太身上那股浓郁的阴煞死气。可在沐浴露听来，这不就是饿了吗？王妈，去做一碗芝麻糊给吴道。闻言我眼睛一亮，苹果都不吃了，坐在椅子上晃着小短腿。没一会儿，王妈端着热气腾腾的芝麻糊走了进来，浓郁的香气扑鼻而来。我耸耸小鼻子，一脸期待，就连写作业的沐浴露都馋了，放下笔伸了个懒腰。王妈，还有吗？我也来一碗。王妈笑得合不拢嘴，当然有，小姐稍等，我这就去端。王妈把勺子塞进我手里，转身离开。我迫不及待尝了一口，眼睛瞬间眯成了月牙。虽然不是我心心念念的阴煞死气，但这黑乎乎又甜又香，竟然意外的美味，自己吃还不忘投喂姐姐。沐浴露早就习惯了弟弟的分享，凑过去喝了一口，满嘴芝麻香。谁知下一秒，惊悚的一幕发生了，我盯着姐姐的嘴巴，满脸震惊。姐姐嘴巴黑乎乎。沐浴露找来镜子一看，好家伙，舌头牙齿全黑了。她玩心大起，冲着弟弟吐舌头。吴道也黑乎乎。我凑到镜子前一照，瞬间兴奋炸了。哇哦，虾多鱼也黑乎乎惹，要去给妈咪看。说完，小短腿一蹬就往外冲，看得沐浴露心里那叫一个酸啊。弟弟有时第一个想到的还是妈咪，但他只能暗暗攥拳，必须快点长大，成为弟弟的第一依靠。妈咪！卧室门被我一把推开，屋内温婉正被穆建国压在怀里，听到儿子的声音，温婉吓得魂飞魄散，一把推开埋首颈间的男人。宝宝，怎么了？他慌乱地整理衣衫，试图掩饰这令人窒息的尴尬。我却歪着小脑袋，视线死死锁在温婉脖颈那一抹显眼的红痕上。爹地，你为什么要咬妈咪？空气瞬间凝固，穆建国这个厚脸皮却面不改色，弯腰抱起儿子就开始忽悠。爹地没咬，那是亲妈咪，就是亲的用力了一点点，别跟孩子胡说。温婉羞愤欲死，狠狠拍了他一下，赶紧抱过儿子转移话题。吴道不是在吃黑乎乎吗？我果然被带偏，立刻吐出漆黑的小舌头献宝。妈咪看，吴道黑乎乎，姐姐也黑乎乎。楼下餐厅，一家4口享受着难得的温馨下午茶。穆建国看着娇妻爱子，突然觉得什么商场厮杀都不如这一刻的岁月静好。然而这份宁静仅仅维持了半顿饭的功夫，管家满头大汗的冲进来：“六爷，出事了！刚才马场那边来报，沙利被2房的月明少爷带人抢走了。”抢！穆建国嘴角的笑意未减，眼底却瞬间结冰。马场的人都是死人吗？让一个小孩子带人把马抢走？管家吓得背脊发凉，冷汗狂流，说是月明少爷带了保镖硬抢，怕伤到马，没敢很拦，让今天负责安保的人全部滚回南山。我穆家不养废物。穆建国语气淡淡，却透着不容置疑的狠绝。管家连滚带爬的跑去传令，处理完下人，穆建国淡定的拿起一块叉烧酥，仿佛刚才只是拍死了一只苍蝇。沐浴露咽下最后一口蛋挞，终于问出了关键：爹地，二伯父想做什么？你觉得呢？挑衅，想引发争吵，让爷爷觉得你欺负他。沐浴露试探着分析，有些羞愧自己只能想到这一层。穆建国却轻笑一声，眼神轻蔑至极。没错，你那个二伯父总自诩聪明，其实就像只光屁股的猴子，蠢得让人发笑。说完，他漫不经心的擦了擦手。吃饱了吗？吃饱了就带人把沙利抢回来。是。沐浴露疼得站起身，战意满满。吴道也要去，我也不甘示弱，跳下椅子紧紧抓着姐姐的手。温婉一脸担忧，老二要是刁难，放心。穆建国握住妻子的手，
看着2个孩子离去的背影，眼底满是笃定。小孩子打闹，老二没脸出面，更何况咱们的儿子绝不会吃亏。画面一转，沐玉轩的别墅近在眼前，刚下车，我的视线就被喷泉中央那个雕像死死锁住了，指着那雕像大喊：“他光屁屁惹，奶奶说光屁屁不是好孩子。”沐玉露顺着小胖手看去，顿时乐了。他耐心的给弟弟科普：“那是小鱼莲，是大英雄哦。以前有个坏蛋想炸城，是他一泡尿浇灭了导火线，救了所有人。”我听得一愣一愣的，大眼睛里写满了崇拜。哇，好厉害！沐玉露看着弟弟这没见过世面的可爱样，心里的满足感简直爆棚。2人手牵手走进别墅，客厅里坐着的不是正房太太，而是沐玉轩的6姨太江婉。这女人一脸精明算计，明明是姨娘，却总爱摆正式的谱。见人进来，她端着女主人的架子假笑：“阿露来了，真是稀客。听说你病才好，我家月明正好感冒，我就没去探望。”然而沐玉露连个招呼都懒得打，只是冷淡地点点头。我有样学样，也就是小脑袋点得太猛，差点一头在地上。就在这时，正房太太冯春雨被人扶着下了楼。她最烦江婉这副不知天高地厚的德行，张嘴就撵人：“小六，去看看月明跑哪去了。”江婉却是个没眼力见的，还一脸得意的炫耀：“姐姐不用管，月明刚得了匹好马，正骑着玩呢，二爷还专门派了保镖守着，安全着呢。”话音未落，一个佣人连滚带爬的冲进来：“不好了，夫人，6姨太，月明少爷从马上摔下来了。”全场死寂。下一秒，冯春雨拿帕子死死捂住嘴，不是伤心，是怕那疯狂上翘的嘴角压不住。他强忍笑意，故作焦急：“摔成什么样了？还不赶紧送医院？”管家擦着冷汗汇报：“摔得不轻，车已经备好了。”江婉此时才反应过来，那是他的命根子啊！儿啊！他惨叫一声，踩着高跟鞋就往外冲。看着这一幕，沐玉露挑了挑眉，淡定补刀：“二伯娘，既然家里有事，我们就不打扰了。我本来是想接回被月明借走的纱丽，既然月明弟弟喜欢，回头我再送一匹就是。”冯春雨是何等聪明人，一听这话瞬间全明白了，原来那个不争气的东西骑的是抢来的马，活该被摔。他不屑地撇撇嘴，看向我的眼神却变得惊疑不定，这也太邪门了！抢了这小子的马，立马遭报应。为了印证猜想，送走2兄妹后，冯春雨转头就给亲妈打电话：“妈，那小崽子肯定是因为抢了无道的马才被摔的，结果被亲妈一顿臭骂。你怀孕怀傻了，马术不经摔下来很正常，别神神叨叨的。”冯春雨挂了电话，心里却更坚定了。他摸着肚子小声碎碎念：“宝宝啊，以后出来一定要抱紧无道哥哥的大腿，千万别惹他。”另一边有了二伯娘的默许，沐玉露带着弟弟大摇大摆地从马场牵回了纱丽。马场负责人吓得大气都不敢出，只能眼睁睁看着这尊瘟神被请走。回到家，我一头扎进温婉怀里，奶声奶气地汇报工作：“妈咪，今天看到个叫小鱼莲的小孩，他撒尿把导火线都浇灭了。”温婉听得一愣，笑着把儿子抱上膝盖：“那妈咪给宝宝讲讲什么是导火线好不好？”夕阳下，母子俩温馨互动，我举着小手砰砰砰的配音：“怎么回来这么快？”穆建国看着刚出门不久的儿女，一脸懵逼。那穆月明没闹腾。沐玉露摊了摊手说道：“爹地，我们刚进大门，穆月明就从马上摔进医院了。二伯娘怕晦气，直接把纱丽塞给我们，让我们赶紧滚。”穆建国听得一愣一愣的，这也行。另一边病房里，穆月明哭得跟杀猪一样，2根肋骨断裂，左小腿骨折，这下得在床上躺足1个月。江婉心疼的眼泪直掉，可看到推门进来的沐玉轩，脸色瞬间黑透了。看着床上毫无形象哭嚎的小儿子，沐玉轩脸上挂着温和的笑，眼底深处却闪过一丝极致的厌恶。蠢货，母子俩都是扶不上墙的烂泥。他在马场布下了天罗地网，就等着沐玉露那小崽子上钩。结果穆月明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，自己先摔了，害得沐玉露连马场大门都没进。一想到这儿，沐玉轩气得肋骨都隐隐作痛。都怨你！江婉哭得梨花带雨，小拳头雨点般砸在沐玉轩身上。要不是保镖拉得快，马蹄子就踩月明脑袋上了。沐玉轩强忍着不耐烦抓住他的手演戏。好了，我也没想到那马性子那么烈，这次受点伤就当给他长个教训。谁知穆月明一听这话哭得更凶了，凭什么沐玉露能骑我不行？我要骑纱丽，我要那匹马！爹地，你去给我抢过来！是你说的想要就去抢。这尖锐的哭闹声简直是在挑沐玉轩的忍耐极限。江婉也是个没脑子的，还等着沐玉轩愧疚补偿。结果下一秒，沐玉轩直接气笑了，他手一挥，冷冷吩咐：“推我出去！”江婉母子瞬间傻眼，爹地，我要马！呜呜！江婉慌忙追出去，却被保镖像堵墙一样拦住。江婉瘫坐在地，满脸茫然。他想不通，明明是沐玉轩害了儿子，怎么还能这么绝情？坐进车里，沐玉轩闭目养神，手指轻轻敲击着膝盖。既然计划失败，那就别怪他心狠手辣。良久，他猛地睁眼，眼底寒光炸裂，联系暗桩让他动手。保镖心头一凛，立刻应声。第二天一大早，穆建国家来了2位稀客，领头的是温婉闺蜜宫红月，而她身边那位更是个地地道道的金发碧眼大美女。温婉刚要迎上去，我突然指着那金发美女大喊：“妈咪，玉佩妈妈！”在场3个大人全懵了，什么鬼？宫红月被逗乐了，凑近看着这粉雕玉琢的小团子，哎呀，好可爱的 BB， 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我挺起小胸脯大方介绍，我叫穆无道，你叫瞎么名指呀？宫红月笑得花枝乱颤，转头看向身边的金发美女，布里奇小姐，这就是你要找的孩子？克莱曼妮激动的连连点头，她看着温婉，眼神里满是感激。温女士，我是特意来道谢的，如果不是你儿子送我的那枚玉佩，我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。此话一出，温婉震惊，原来自从戴上那枚玉佩，克莱曼妮发生了神迹般的变化，以前走2步就要人扶，失眠多梦，可现在去医院检查，各项指标健康的吓人，连老中医摸完脉都懵了，药都不用开，只让她多运动。温婉听得一愣一愣的，那块玉佩真有这么神？
他觉得这世界疯了。随后克莱曼妮亲手把那个酒保项圈塞到了他手里，他低头一看，瞳孔瞬间地震。那枚玉佩撑死也就值个50万港币，可眼前这项圈，主石是一颗顶级鸽血红宝石，个头比前阵子佳士得拍出330万美金的那颗还要大，再加上周围镶嵌的8颗极品宝石，这项圈保守估价几千万美金打底。哪怕见惯了泼天富贵的温婉，此刻也被这离谱的差价吓得手抖。旁边带来的宫红月更是倒吸一口凉气，他虽然跟克莱曼妮不熟，但也知道这位是2国公主啊，到底是多大的人情才值得送这种国宝级的东西。就在这时，我却只是嫌弃的瞥了一眼那闪瞎眼的项圈，亮晶晶的，刺眼。他又不是龙，才不喜欢这种硬邦邦的石头。温婉好不容易回过神，刚想推辞太贵重，谁知克莱曼妮却把项圈放回匣子，反手从衣领里掏出了那枚沁血玉佩。实不相瞒，是他救了我的命。温婉看着那温润的玉石，心脏猛地漏跳一拍。之前丈夫用手串救活老四的事瞬间涌上心头，难道这玉佩也有起死回生的功效？如果真是这样，这几千万美金的项圈，他反而不敢收了。几块破石头，哪里比得上救命的玄学法器？温婉心里惊涛骇浪，脸上却只能装傻。这就是我姑母送给小孩子的见面礼，哪有什么救命功效？克莱曼妮却摇摇头，眼神无比坚定。久病成医，她为了治病研究过太多偏门，自从戴上这玉佩，身体的变化是骗不了人的。她专门找高人看过，这是法器，是古物有灵。我知道这种宝物是无价的。克莱曼妮小心翼翼地把玉佩塞回衣服里，生怕磕着碰着。小吴道救了我的命，我只能用这俗气的金钱来偿还。说完，他再次拿起项圈递给我，救命恩人，这只是个见面礼。我昂起小脑袋，看妈咪点了头，这才勉强伸出小胖手接过来。下一秒，我反手就塞进了温婉怀里，太沉了，大脑府不喜欢这个。温婉哭笑不得，几千万美金的宝贝，在儿子眼里就是个累赘。克莱曼妮似乎早有准备，紧接着让人抬进来一个大箱子，这一回全是小孩子的梦中情宝，最新款的游戏机，限量版玩偶，甚至还有港城买不到的水晶泥啊！我眼睛瞬间亮了，比看到宝石兴奋100倍。妈咪，这个给你，这个给姐姐，这个给爹地。小家伙开始疯狂散财，连宫红月和克莱曼妮都有份。宫红月被萌化了，抱着软乎乎的小团子狠亲了一口，我咯咯直笑，抓着凉丝丝的水晶泥玩得不亦乐乎。楼下气氛温馨，楼上却鬼影幢幢，三姨太像个幽灵一样躲在拐角处，死死盯着温婉，眼神里全是慌乱和迟疑。正玩得开心的我忽然抬头，下一秒